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餐厅，看到了2个汉堡的广告，一个大胆宣称本汉堡80%无脂肪，而另一个则低调地提到本汉堡含有20%的脂肪。虽然这2句话描述的是同一个汉堡，但结果却天差地别。使用第一种文案的汉堡销量竟比第二种高出了惊人的50%。这就是市场营销的魔法，也是认知心理学的奇妙之处。同样的事实，不同的表述却能引发截然不同的消费者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汉堡的故事，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的大脑如何被框架效应所引导，如何在无形中被微妙的语言差异所影响。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吸引人的真理：我们的认知能力虽然强大，但并不是绝对准确的。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有可能受到各种难以察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这些偏差悄悄地歪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别担心，这其实是一个机会，一个提升我们自我认知和决策质量的机会。通过了解和识别这些偏差，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个吸引人的广告或做出一个重要决策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某种认知偏差的影响？这样的自我探索和提问，将是你理解这个复杂世界的强大工具。一确认性偏差。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洞察性地说，一旦某人形成一个理论，他的想象力就会让他从每一个对象中看到仅有利于这个理论的蛛丝马迹。这不仅是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见，更是对我们理解世界方式的一次精彩解读。让我们看看这个故事：一个人丢了斧子，他坚信是邻居偷走了，于是他开始密切观察邻居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和话语在他眼里都成了偷窃的证据。这就是确认性偏差的典型案例。当我们对某事物有了先入之见，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寻找符合这一见解的证据。但事情有转机，当他在储藏室找到了自己的斧子，他的信念发生了改变。突然间，邻居的一切行为都不再像是偷窃者的行为了。这一转变生动地展示了我们的信念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解读。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丢斧子的人，它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它揭示了我们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自己的信念所束缚，如何在潜意识中筛选信息以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质疑自己的先入之见，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这是一场思维的冒险，一次对真相的探索，而你正是这个探索之旅的主角。2. 在熟悉的事物面前会有注意力偏差。想象一下，你置身于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无论是在考试中挑选答案，还是在股市中挑选股票，你的决策似乎总是不自觉地偏向于那些熟悉的选项。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就在我们的大脑中，它是关于注意力偏差的神奇旅程。注意力偏差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指的是我们倾向于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产生偏好。这种偏好不仅仅体现在选择题或投资决策上，它还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社交生活。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多次见到某个人后，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人招人喜欢，令人愉快？这就是注意力偏差的魅力。这不仅是一个心理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对我们行为背后深层次规律的揭示。在我们做出决策时，不是逻辑或理性始终在驾驶位，而是我们的熟悉感和舒适感在悄悄引导我们。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因为它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理解自己的选择不只是意识层面的决定，还深受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下次当你在做出选择时，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选择是出于真正的偏好，还是仅仅因为它看起来更熟悉、更安全？通过识别并理解我们的注意力偏差，我们不仅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还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探索那些隐藏在我们意识之下的奥秘。这是一个关于认识自我、挑战习惯思维的精彩旅程，而你正站在这个旅程的起点。3. 光环效应。人们天生会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这正是光环效应的核心。这个心理现象表明，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外表吸引人时，
我们往往下意识地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出色。心理学家戴恩的实验提供了对这一现象的深刻洞察。在实验中，被试者观看了一系列人物的照片，这些人物的外表吸引力各不相同。接着，被试者被要求用非外貌相关的词汇来评价这些人。结果发现，那些外表有魅力的人被赋予了更多积极的特征，比如友好、镇定、社交能力强等，而那些外表不那么吸引人的人则较少被赋予这些特质。这个实验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常常基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这种判断方式虽然简便，但并不总是准确的。它提醒我们，我们的第一印象可能被外貌所误导，而忽略了评估一个人真正的性格和能力。所以，下次当我们评价某人时，意识到这种光环效应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谨慎和全面地考虑，避免仅凭外表做出判断。这种意识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还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的认知模式。光环效应的理解和反思，是我们在复杂社交世界中导航的重要工具。4. 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这就导致了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和他人相比，总会存在各种差异。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指的是，行动者和观察者对某一事件解释的原因不同。有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完饭很晚了，于是主人就给瞎子点了个灯笼。没想到瞎子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点个灯笼是专门嘲笑我吗？”主人连忙解释道：“就是担心你看不到才点个灯笼。你看不到，但别人可以看到，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同一件事，行动者和观察者由于身份和所站的角度不同，对事物的态度也就不一样。5. 错误信息效应。这个实验精彩地揭示了错误信息效应是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我们经常认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准确无误的，但事实上，我们的感知和记忆非常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在这个实验中，仅通过改变问题中的一个词，从接触到撞击，就显著改变了参与者对汽车速度的估计。这种现象说明了，即使是微小的语言变化，也能影响我们对一个事件的记忆和理解。在使用撞击这个词时，参与者们倾向于估计更高的速度，因为撞击暗示了更大的力量和速度。这个实验不仅仅是关于记忆的一个研究案例，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重要的启示。我们的记忆并非是一种完美无瑕的记录工具，而是一个可以被引导和塑造的动态系统。这个认识提醒我们，在回忆某个事件或做出判断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可能受到了言语和其他外部信息的影响。通过理解错误信息效应，我们可以更加谨慎地处理记忆和感知，避免在重要的决策和判断中过度依赖可能被误导的记忆。这是一个关于认知的深刻教训，它教导我们在解读世界时要更加细致和全面，让我们在面对复杂信息时更加聪明和有洞察力。6. 可用性启发式偏差。这种偏差源于我们倾向于依赖那些最容易想到的信息来做出判断，而这些信息往往是基于我们的个人经验和见闻，而不一定是客观或全面的。以女司机的例子为例，很多人可能因为一些个别事件或刻板印象，就认定女司机开车技术差，容易造成事故。但实际上，根据交通部门的数据，男性司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占据绝大多数。这个事实与大众的普遍观念相悖，恰恰揭示了可用性启发式偏差的影响。这种偏差不仅仅是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它更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个事件在媒体上被大量报道，就高估了它发生的概率，或者因为某个观点在我们的社交圈子中流行，就认为它是普遍的真理。了解可用性启发式偏差对我们的决策和思考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信息，避免过度依赖那些最容易想到的经验和见闻。我们需要努力寻求更多样的观点和数据，以避免因偏见和错误的启发式思维而做出不准确的判断。
这种自我意识和批判性思维是在复杂世界中做出明智决策的关键。7. 消极偏差。消极偏差是一个深刻的心理现象，它揭示了人们倾向于关注和放大负面信息的心理特性。尽管我们都渴望美好和积极的事物，但在实际生活中，消极、不利的信息往往对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夫妻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次严重的争吵可能对夫妻关系产生长期且深刻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远大于一次愉快交谈的积极作用。这意味着，在维护人际关系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那些可能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同样，消极偏差也体现在父母对孩子成绩的评价上。例如，当孩子考试得到99分时，受消极偏差影响的家长可能会忽视孩子取得的高分，反而过分关注那丢失的一分，并对这一分的丢失进行过度解读。这种倾向不仅可能伤害孩子的自信心，还可能对孩子的长期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消极偏差的存在提醒我们，在处理信息和做出反应时，要努力维持平衡和客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过分关注负面信息，从而努力在正面和负面信息之间寻找平衡。通过这种意识，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情绪，做出更合理的决策，以及更有效地维护和改善人际关系。消极偏差的理解和管理是我们在复杂世界中导航的重要工具。8. 锚定偏差。锚定偏差是一种非常有趣且普遍的心理现象，它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在涉及价格和价值评估时。这种偏差发生在我们过分依赖或锚定与我们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可能并不准确或相关。在你提到的衣服价格的例子中，商家通过将衣服的价格从99元提升到990元，再打5折销售，有效地利用了锚定偏差。当顾客看到原价990元的标签，他们的心理预期已经被锚定在这个高价位。因此，当衣服以半价495元出售时，顾客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交易，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节省了很多钱。相反，如果衣服一开始就标价99元，没有任何折扣，顾客可能就不会有强烈的购买冲动。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预期已经被锚定在更低的价位，所以没有感受到任何额外的价值或节省。这个例子说明了锚定偏差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购物和金融决策中。意识到这种偏差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评估价格和交易，避免被初始信息误导。理解并管理锚定偏差对于做出明智的消费和投资决策至关重要。9. 运气乐观偏差。运气乐观偏差揭示了一个有趣但可能危险的心理现象，人们倾向于对自己的命运过于乐观，常常低估负面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这种心理状态有时会让人们在面临潜在风险时显得麻痹大意，从而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吸烟和肺癌的例子是这种偏差的典型展现。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吸烟与肺癌的高风险关联，但许多吸烟者仍然坚信自己不会患病。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身体比别人更健康，或者认为自己的吸烟方式与引发肺癌的吸烟行为不同。这种盲目的乐观态度忽视了客观数据和现实风险，从而增加了患病的可能性。类似的，酒后驾车的人往往也受到运气乐观偏差的影响。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控制能力强，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在酒精影响下发生交通事故。这种自信可能导致他们忽视风险，从而做出危险的决策。认识到并理解运气乐观偏差的存在，对于我们做出更加理智和安全的决策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过度的乐观有时可能会使我们忽略现实中的风险，因此在做出重要决策时，我们需要客观地考虑所有可能性，包括那些不那么乐观的结果。通过这种平衡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10. 现状持续良好偏差。现状持续良好偏差也常被称为状态维持偏差或现状偏好，
是一种在人们决策过程中常见的心理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损失的厌恶以及维持现状的倾向，即使改变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商家利用这种心理特性推销商品时的做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让顾客先带商品回家试用，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实际上是利用了现状持续良好偏差。一旦顾客将商品带回家并开始使用，他们就会开始适应并接受这个新状态。即使商品并不完美，许多人也会选择保留它，而不是退回去，因为退回去意味着放弃这个新的已经适应的状态，回到原先没有这个商品的旧状态。在人际关系和职业选择上，这种现象也同样普遍。人们往往倾向于维持现有的伴侣关系或工作，即使他们可能对现状不满意。改变意味着不确定性和潜在的损失，即使现有状态并非最佳，人们也往往倾向于认为维持现状比面对未知的变化要安全。意识到现状持续良好偏差的存在，对于我们做出更加理性和平衡的决策至关重要。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何时我们的决策受到对现状的不合理偏好的影响，从而促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改变的潜在价值。理解并管理这种偏差是我们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中导航的重要工具，它鼓励我们勇于面对变化，探索可能的新机会。11. 虚假共识效应。虚假共识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它反映了我们如何在评估他人的观点和偏好时，往往过度依赖自己的观点和经验。这种效应源于一个基本的心理动机，我们希望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普遍正确的，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效应经常以微妙的方式显现。例如，在选择餐厅或食物时，我们可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或食物，认为这也是别人喜欢的。如果对方没有明确表示不喜欢，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的选择得到了对方的认同。实际上，对方可能只是出于礼貌或不想引起冲突而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误解的风险在于，它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他人的实际需要和偏好。长期下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和决策质量。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了解他人，而实际上我们的理解可能并不准确。意识到虚假共识效应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谨慎地评估他人的观点，更加开放地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在做决策或与他人交流时，我们应该努力了解他人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仅仅假设他们会同意我们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真正的共识，并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12. 后见之明偏差。后见之明偏差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它体现在人们对已发生事件的解释上，往往会声称自己事前就能预见到这些事件的发生，尽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预见能力。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声称他们早就知道这样的事故迟早会发生，指出了种种问题，例如石油员工偷工减料、对警告的忽视以及监察人员的管理不善。这些事后的评论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很多是基于已知结果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后见之明偏差之所以如此普遍，是因为它在心理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安慰。当事情已经发生时，人们常常会寻找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为过去的憾事编造合理的解释，然后相信这些解释是一种缓解心理不适的方式。正如塔勒布所指出的，人们倾向于为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找到看似合理的解释，并相信这些解释是真实的。这种行为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心理上的安慰，但长期来看，它可能妨碍我们从经验中学习和成长。因此，意识到这种偏差的存在，并努力采取更加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分析事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还可以促进我们对世界的更深刻理解。我们都希望自己保持理性、客观，但我们不可避免地一直处在认知偏差里。到底该怎么走出认知偏差？这里给到大家5条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理解认知偏差的原理。认知偏差通常是由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造成的。了解这些偏差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和避免它们。2、持续学习和拓宽视野。通过不断学习和接触新的知识，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全面和均衡的认知系统，这有助于我们避免过于狭隘或偏颇的观点。3、采取多角度思考。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或他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并形成更均衡的观点。4、寻找和比较不同的数据和结论。主动寻找与我们当前观点相反的信息和数据，将不同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估不同的观点和信息。5、投入适度的关注和耐心。对于重要的决策或复杂的问题，投入足够的时间去深入思考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新的信息，并且不断地挑战自己的既有观点。这样，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抱更多的可能性，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电影《教父》中有这样一句话：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认知偏差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决策，甚至扭曲我们的思维。而你带着什么样的思维和认知，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盲目和偏见之中，无法滋生出真知灼见，而独立的思考永远胜过猜忌和捕风捉影。理解这12种认知偏差，带着辩证的态度对待事情，才能在生活中清醒地拥抱无限可能。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